这样就不冷了，睡吧。这是龙啊！啊，神龙！神龙！神龙！这金尼兽的红莲业火果然厉害，竟无法恢复人身。先在此处休息几日。你醒了啊？给。我屋里有只猫，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。好吃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黑蛇，跟我走吧。这是何处？是他。梦境中，他是个男儿身，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？你醒啦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长得最俊俏的。你看，你头上还长了角，这手感滑滑的，真好。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？你知道吗？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，以为你在冬眠呢。后来我想，现在不是9月份吗？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，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，带你回来休养。金尼兽法力最高，却伤不了我的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为什么这里除了飞禽走兽以外，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？此处是东荒郡极山，金尼兽霸占此山实在有余，自然没人敢上来狩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就只有这间草屋，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，不如你留下来，我来照料你可好？本君只要3日就能恢复人身，重返天宫，何须你来养？不对，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。我既把你捡回来了，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。不过若你想要走呢，我也不拦你，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，好吗？主人？好了，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，只有这些果子，你就吃这个果子吧。这扇子，莫非是玉清昆仑扇？一个凡人，怎么会有昆仑虚的法器？
我捡你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？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，也是用的这种草药，不出10日便可以好了。你忍一忍吧，很快就好了啊。你这是东荒特有的腐草，有去除腐烂之肉的功效，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。如今你单独用这个，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深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好啦，我对你好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吃。快点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我会心疼的。放肆！还不吃吗？你不吃，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？不必，我吃就是了。此处的蛇真是聪明，还知道挑拣自己爱吃的东西。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，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都聪明多了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集市上换些东西，可好？我在此处已经3日，该与你告辞了。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又加深了些，但心是好的。多谢3日款待，就此告辞。那我们说走就走吧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？快要下雨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躲吧。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泥兽，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。在天宫这数万年，都未曾有机会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。你这是要不语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不必不语了。是。乌云这样就散了。你又睡了，不是吃就是睡，真的是条蛇。太子殿下，素琴，天君，孙儿已斩杀金泥兽，特回来复命。好，你竟能如此顺利复命，果然不负本君所望。不过孙儿还是大意受了伤，有愧于天君的信任。可严重？无妨，轻伤而已。只是伤口处理不当，还需重新包扎。红莲业火并非等闲药法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是。慢点，这个收起啊！我帮你，我这，来给我，来把这个，搭一下。还有啊，行，来这个，好，这个推回去还能用。这边还有点不疼。来，先走，先走。大叔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昨天呀，有一只通体通红的
如同雄狮一般的妖怪，对着此处喷火。哎，你看看，到处烧毁东西。哎，这老天爷呀，可能是保佑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。哎，突然呐，黑龙现身降雨，哎，将这火呀全熄灭了不说，还一个霹雷把那妖怪给劈死了。那妖怪可是如同雄狮一般模样。差不多都这么传。金泥兽，哎，大叔，您知道妖怪的尸体在何处吗？哎，你这姑娘好生奇怪，还要看什么妖怪的尸体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当初，大哥就是和夫君的坐骑金泥兽一同失踪的。若真是金泥兽，就一定会找到大哥的线索。卖包子喽！当中多着包子。卖了些果子，换了些铜钱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吃茶听戏，走吧。哎，这符，看看这符啊！哎，这符若发生昨天的事啊，保证能受黑龙的庇护，毫发无损。来来来，哎，都有啊！哎，都有。这符真的能驱妖吗？那当然，姑娘也想来一幅。妖怪我不怕。一个姑娘家竟有如此胆量，居然不怕妖怪。菜喽！他是被打翻在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这英雄一个药法分身，翻身将那老虎骑在胯下，他是挥了3拳2脚，姑娘，你怎么又跟着我？我不买符。贫道只想问问姑娘，这扇子的来历。捡的，卖给贫道如何？不卖。这扇子是我捡的第一个物件，我要留着做个念想。哎，留它有用，何必要强行留它呢？我说不卖就不卖。哎，嘿，姑娘，你看你，哎，你，姑娘，为何在贫道画符之时偷走了贫道的扇子？谁偷你的扇子了？还给我！就是你！哼，刚才贫道在门外画符，你上来凑热闹，趁我不备就偷走了贫道的扇子。这扇子是我捡来的。哎，你，大家看一下啊！来，姑娘，既然你嘴硬，我们何不找一中间人做个见证，看看这扇子到底是谁的？扇子本就是我的，何须旁人评判？如若这扇子真是姑娘的，那你知道这上面画的是什么？又是何人题的字？是有道理。我之前并未仔细看过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哪怕你知道了，你也不知道这扇子的来历。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。嘿，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，此扇乃仙家法器，玉清昆仑扇。玉清昆仑扇。嘿嘿，姑娘还有何话可说？来，这位公子看看贫道说的可有假？的确是一把宝扇啊，道长所言极是啊。是啊。贫道只想寻回祖师爷的宝物，并非想与姑娘纠缠。你还是快走吧。这扇子并非你的东西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难道我能颠倒黑白，冤枉你不成？这明明是我在俊极山捡过来的。俊极山不是早就没人去的荒山了吗？是啊，姑娘说话真是越来越离谱。你将扇子还给我！还你？哼，我没送你去见官，就已经便宜你了。道长这话怕是说反了吧？你又是何人？此扇是我一位故友的，并非什么祖师爷的宝物，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姑娘所说的话。胡说八道！我就问道长一句话，这扇你可会用？这既是宝扇，怎能随便用？哦，道长这就害怕了吗？你们是一伙的。此扇是个呼风唤雨的法器，
怎么，道长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？我那位朋友可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人，若是让他知道他的法器被一个破道长据为己有，怕是会把你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，再也看不到这凡间景象了。贫道不识泰山，不识泰山，贫道不识泰山。姑娘，请收好此扇，勿要在人前招摇。此扇确实是个法器，可能会引来不少祸事。真的吗？方才看到姑娘，像是看到了我那位故人。可惜他是个男人，你是个女人。我看起来竟像个男人吗？神似而已。姑娘，告辞了。姑娘，公主殿下，这扇子既然是你旧有的，不如送给你吧。送给我？你不是说这扇子是法器吗？反正也是我捡来的，留着它我也不会用。既然这扇子对姑娘有意义，不如就送给你。谢谢你方才为我解围。刚才那位道士抢，你却迟迟不肯松口。现在他跟我抢，我自然不会给。但是现在给姑娘，是我情愿的。这让我如何谢姑娘才好？不必谢，你收着便是了。这不好吧？姑娘不必跟我客气。如果姑娘觉得不好，送我一样东西可好？好，你尽管说。姑娘都不问我想要的是什么，便一口答应我吗？万一我要的是无价之宝呢？姑娘也不像这种人啊。就算姑娘要了，我也一定会满足你。我并不看重那些身外之物。那姑娘想要的是？我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随我来。殿下怎么会跟这个凡女人似的？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？哎，现在才9月，你就已经冬眠了吗？太子殿下，臣已处理好了。只是臣发现，太子手腕上的伤并非是红莲叶火所伤，而是东荒特有的腐肉草所致啊！是本君不小心碰到的，先退下吧。是。方才我跟你说素锦的婚事，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说点正经的。
今日的奏折我都帮你看了。长海鲛人族一直是父君的心病，方才又提起了我。长海水军胆小怕事，并不擅长用兵，恐怕最后还要你亲自带兵平乱。我料到，我也有出兵的准备。不错，鲛人族的头领曾是擎苍的心腹，又不满这一任离境义军的管制，不早日除去，始终是个祸患。而且还有一点，黎苑的母后就出自这一族。幸好当年天君听了东华帝君的话，扶黎靖上了位。如果让黎苑继位，恐怕今日会更麻烦。就算当年是黎渊上位，也不过如此。擎苍那2个儿子，都不是什么君王之才，自然是比不上你，一出生就是储君，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。放肆！鲛人族这件事需要得有好时机，最好是让长海水军向天族请兵，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兵。四海是封地，都有各自的水军，如果我们贸然出兵，会让诸侯以为我们想要收回封地，需要一个好理由。三叔所想，跟我不谋而合。那鲛人族的事儿就算说完了。我就帮你带了这一日的朝事，也就这么一桩大事，却如此心累。来，说点私话。是你的私事。什么事？你和青丘白浅的婚事。天君方才在大殿上，命大哥和众仙官商议迎亲的礼仪。毕竟是胡帝唯一的女儿，马虎不得。方才定下的婚事，为何如此急着迎亲？我也不懂父君为何如此着急。恐怕是因为你二叔出那档子事儿，怕再有变故得罪青丘吧。你去哪儿啊？找司命星君问些话。哎，表哥，怎么走得那么急呀？哦，是因为素锦要做天妃，去跟天君抢人了吧？这种话你也敢说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三殿下，素锦啊，听说天君急着封你做天妃，怕再不过几日，你也不用再向我问安行礼了。天君宫中天妃无数，素锦哪怕嫁过去，也还是要给三殿下问安的。素锦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表哥都已经走了。你真的要做天妃吗？你是功臣之后，天君待你那么好，只要你说不愿意，他一定不会勉强你的。并不勉强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你不是一直喜欢的都是我表哥吗？这话，之月以后你就不能再说了，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。我来本是想看看太子殿下的伤势，既然太子殿下已经离开，那素锦也就告退了。去吧。反正我是除了帝君谁也看不上，以后谁也别想逼我嫁给别人。你呀，就别惦记帝君了。这九重天上，你惦记谁都可以，你夜华表哥也能给你做主，唯独东华帝君绝对不可以。不行就不行，你还加个绝对，吓唬我啊？你是不懂，也不需要懂。反正你记住了我的话，东华帝君绝对不用惦记。他那个人，纵使你有千百柔情，也换不回半点回馈。
他又不是块石头，我对他好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他还真就是块石头。你看过天族的史籍吗？他最初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神仙，连父神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所以他真有可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。你就吓唬我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怕我真的嫁给帝君以后，按辈分你就要给我行礼。哎呀，华佗表妹，我怕了你了，我真是怕了你了。你说墨渊上神和司音上仙的仙体是一道消失的？不错，当年昆仑虚余下的弟子疯了一样找他们，可始终没有结果。所以还有人猜测，司音和墨渊上神已不是师徒之情，但又不想背负师徒的名分，于是借着异族大战诈死，与司音双宿双飞了。竟还有如此荒谬的事！就是因为太过荒谬了，帝君他老人家才编写了“双双归隐”这句话，让人写入了典籍，只为了堵住悠悠众口。照你所说，那玉清昆仑扇是司音上仙的法器，怎会流落人间？司音失踪的事，始终是天族的一个悬案。殿下若要深问，怕是谁都说不清。就算是昆仑虚那些上仙们也说不清。或许司音当年大战时将这法器掉落了人间，是有可能。太子殿下说的那位拥有此扇的人，可有什么疑点？他只是个凡人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喂，你都睡了7、8天了，还不醒过来？嗯，这还没到冬天呢，你怎么就冬眠了呀？你醒啦？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。你看这床被子好看吗？我就等着你醒过来给你看呢。太鲜艳了。我跟你说，虽然鲜艳了一些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大红色。你看我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那么素净的，偶尔换一下不好吗？你虽然长得不太好看，可这穿衣品味倒也不错。比起那些女神仙的云缎彩衣，这些素衣才最好看。你的绸衫，我不在时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是9月，还不是特别冷，但是我听说喂，蛇之所以你不要再拖了，就是因为怕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所以在我面前宽衣解带，成何体统？好心的姑娘给了我这床被子，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。来，这样就不冷了，睡吧。玉清昆仑扇是个厉害的法器，你一个凡人既然无法用，丢了也好，免得浑水暴露招惹太多。数千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。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，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。3000繁华，只为你一人留恋。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捡到你。捡到你的时候，你奄奄一息，
抱你回去你都没醒，以为自己捡了条死蛇呢。我在此处养伤，原本睡3日也就痊愈了，没想到被你抱走，涂了腐肉草，至今伤口都没长好。不过跟你说这些，你也听不懂。这里你想走便走吧。不过你要是真的走了，连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小翠鸟，小翠鸟，你受伤啦？你跟我之前走失的那只很像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就跟我回家吧。这只鸟很可怜，我先带它回去了。对你而言，我跟这只翠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却与天族太子同床共枕了3个月。我若是不娶你，怕也没人再敢碰你了。金泥兽，公主殿下，你竟还活着！这7万年，你去了何处？回殿下，自二皇子继位，我就离开了。为何会离开？你可见过我大哥？殿下一直在找大皇子吗？是啊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大哥的下落。你知道他在何处吗？二皇子从未对殿下讲过。讲过什么？这天下恐怕只有他最清楚，大皇子身在何处。此话何意？7万年前，就是义军亲自领兵叛变，将大皇子关入了极寒之狱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我二哥绝不会这样做。倘若是大皇子亲手将义军生母杀死的呢？你说什么？大哥将二哥的生母杀死？殿下不要出声，有天族的味道。天族？竟带着黑蛇进城，这可是中荣国最忌讳的东西了。哼哼！哎，又是你，姑娘，还记得我呀？上次就是你抢我扇子，我自然记得你。上次你让我颜面丢尽，我就是在梦里面也能恨得醒过来。幸好今天又让我见到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怎么着？你干什么？你让大家看看，
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大家快来看一看，这妖女又来了。妖女。那日，她伙同另一个妖女，抢走了我祖师爷的宝物。我为了城中百姓，一直未曾离开，就是想有朝一日揭开这妖女的真实面目，还大家一个真相。这姑娘可真倒霉啊，算是被你给盯上了啊！前几天你抢她扇子不说，还被路见不平的美人儿教训了一番，怎么着？失心疯了？又来闹腾了？别怪老道不告诉你们这篮子里边是什么东西，这里边可是最邪之物——黑蛇。黑蛇，妖怪呀！怎么着？怕了吧？你这道士上次就骗了我，你说是黑蛇，你以为我们会信啊？对呀，你若不信，我就揭开这个破布，让你看看。它只是一只小蛇，不会害人的。姑娘，听你这意思，篮子里真的有黑蛇啊？不错，但它并不是什么邪物。真有邪物啊！不要！嘿嘿，我祖师爷的捆妖绳今天终于用上了。真的有黑蛇！真有啊！真有啊！欺人太甚！殿下息怒，你看看篮子里是什么？是龙。他带黑蛇进去。是神龙啊！神龙，这神龙啊！真的是神龙！神龙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不是黑蛇吗？这世间也只有你把我当作蛇来看。可你变这么大，我以后怎么养你啊？如今现出真身，必会被天公知晓。你且耐心等我几日。姑娘，这黑龙救过我与孙儿的命，婆婆没有什么好报答的。姑娘可否来家中吃顿便饭？不必了，婆婆，你的救命恩人是他，不是我。姑娘，方才是我们冤枉了你。对啊！姑娘，你一定要留下来啊！留下来，让我们弥补一下啊！不必了，太晚回去，天色就该暗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可不能如此就走了呀！是啊，姑娘，你这样走，我们会很愧疚的。姑娘，你留下吧，姑娘，你留下吧，姑娘，别走啊！刚才冤枉人家姑娘了。你方才说，是我大哥杀了二哥的生母。不错，此话是我亲耳听离镜所说，不会有错。大皇子当初失踪，
难道公主就没有怀疑过？没有，我从未怀疑过我二哥。公主倘若不信，可与我去异界极寒之域，一看便知真相。没有二哥的兵符，谁都不可能接近那里的。不错，所以要公主殿下先偷出兵符，我们才有可能救出大皇子。偷？殿下，大皇子的性命就在你手中，偷又何妨？养了你这么久，都不知道你是一条小黑龙。既然是一条龙，你就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不知太子殿下找小仙所为何事？前几日我向你提到玉清昆仑扇的事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。殿下不是说这扇子在一个凡人手里吗？不错，但我去凡间查看一番，发现那扇子又消失无踪了。你可能查到它的下落。但凡是天族的法器，与我们这些神仙是一样的，都不曾在典籍里出现。不过殿下，若真是对这凡人有兴趣，小仙倒是可以为殿下翻看翻看这凡人的韵簿。不必了，本君不需要知道他的经历。是小仙多事了。说到这个，我倒是想让你去凡间帮我办点事。殿下，请说。太子殿下，下去吧。是。在这宫里，就你最喜欢凶我。天君已定了日子封你做侧妃，你不该再来这里。可我想，最后再侍奉你一次，不行吗？从你1万岁开始，我就日日陪着你读书，晨课晚课我都陪着你。你就不能成全我一次吗？退下。素锦，你可想好了？若是你不退下，我换人来见你如此模样，在我殿中，你就算有1000万个理由，也做不了天妃了。你威胁我？大好年华，若不是为了你，又怎会嫁给天君？你是说你要和那个女子在一处？不错。你小子也有今天，知道女人是什么了？并不像三叔想的那样，她对我而言，就像是曾经丢了的什么东西，经历了千万，终于找寻到了。三叔，你可明白我说的是什么？当然明白。说了这么多，
用3个字就够了。什么？动情了。与其说是动情，不如说是报恩吧。报恩？就你被赤炎金泥兽弄了那么点小伤，也值得你说报恩2个字啊？哎呀，不用不好意思啊。照你的话说，你们俩就是有缘呐。而且你在凡间和他同床共枕了几个月，虽然在天上也就几个时辰吧，不过也算是破天荒了。你往回想想，你活了几万年，多少宴席，多少女仙想与你多说一句话，你可曾给过机会？所以，若非动情，又怎么可能与他同床呢？好了，别再争了，情呢，动就动了，咱们继续说。说什么？你把三叔找来，不就是想问我，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喜欢你吗？不错。不过这凡间女子吧，我倒是没接触过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自古美女爱俊郎，没有哪个妙龄女子不喜欢俏郎君的。你走到她面前一站，对她笑一个，保证她骨头都酥了。不屑用美男计啊？好，那换个别的。自古美人爱英雄，你去那山上放个妖怪，出来吓吓他，吓得他魂不守舍的时候，你就提着清明剑英姿飒爽地冲出去把那妖怪给打死。于是你就成了他的救命恩人，他无以回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喽。所以当初三叔就是以这种方式骗程昱对你以身相许的。程昱和我在3万年前就缘尽了，那是前尘往事了。还要你好好提他干嘛？继续说你的，这法子喜不喜欢？这法子行不通，三叔。前几日我在他面前现出真身，他竟然一点都不害怕。她并非一般的女子。哎，美人计你又瞧不上，英雄计又行不通。哎，那不如反过来，用个苦肉计怎么样？三叔，喜欢这个？唯独这个，还勉强能用。多谢三叔。哎，三叔提醒你一句，你给那个俊吉山做个仙帐，将它层层罩起来，避开天上的耳目，否则你一天族太子住在东荒，迟早有一天会被人发现的。三叔放心吧，我上来之前已经做好仙帐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长这么帅，选什么苦肉计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呀，你说你得罪谁不好，非要得罪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说了，像你这种人，好好承办承办。这人，害我，障眼法。行。你这运步我看了，坏事不少干啊。阳寿嘛，哟，阳寿就到今年。我大老远跑了一趟，得给你写点什么才好呢？本来还想着快要到冬天了，给你挖一个蛇洞，让你好过冬。谁知道黑龙飞天了，我也就不用操这个心了。走吧。
没事吧？好多血！完了完了，这些草药是给翠鸟还有小黑蛇用的，也不知道人能不能用。哎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！你刚刚流了好多血，你没事吧？姑娘不必担心，只是小伤而已。你还小伤？你一直都在流血，你在这待一下，我药马上就弄好了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我还没帮你清理伤口呢，等我一下。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？不必劳烦姑娘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吧。我帮你擦一下，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疼吗？我去帮你换一盆水吧。莫非我做的太过分了？他怎么哭成这样？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？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，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。我看你这伤口这么深，我怕你的伤好了。伤竟全好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刚刚……素闻东荒俊极山有奇草，是疗伤圣药。莫非姑娘给我用的就是这奇草？我草药是随便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奇草。那，你可还有内伤？姑娘说的对，内伤很重。为何会伤得如此重？是有仇家寻仇吗？路遇妖怪，
就颤抖了一分。妖怪？这里有妖怪吗？姑娘不知这山上有很多妖怪。我在此住了数月，从未见过什么妖怪。那妖……你这么难受，还是别说话了，先躺下吧。也好，多谢姑娘。我去帮你弄点吃的。好。我在山下用1筐枇杷，只换了很少的米，也没什么菜。辛苦姑娘了。来。好。看你这样子，还是我喂你吃吧。不敢劳烦姑娘。没事儿，反正我平时也经常照看一些受伤的飞禽走兽，不麻烦的。姑娘果然心善。这山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居住，镇子又远，与其说是收留他们，不如说是让他们陪我。否则只有我一个人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我看你伤得这么重，不如你先留在这休养吧。反正我换的米应该够你吃上几日。多谢姑娘。你的呢？我今天煮的粥好像不够多，你要是没吃饱的话，我再去帮你找些果子来吧。姑娘，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，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？我既无名字，也无家人，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，也没有朋友。既然如此，我送你一个，可好？你送我？姑娘穿得如此素雅，素素2字，与你很配。素素，素素，好，那我就叫素素。谢谢你送我名字，我去帮你找果子吃。姑娘，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哦，我倒是忘记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夜华。夜华是哪2个字啊？哎，你能写给我看吗？我知道了。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？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凉凉月色。
深深的恨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是不是碰到你的伤口了？无妨。那就好，快走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就是想烧点东西给你吃。你烧点东西会有如此浓烟？一向都是这样的呀。我来这里之前，你是如何生活的？因为我吃东西并不挑剔，饿了就找些果子吃，万一能猎到一些小兽的话，就把它们烤熟了吃。幸好你还知道要烤熟，不能吃生肉。我不能吃生肉的，一吃就会肚子疼。但是我以前养过一条小黑蛇，它就很喜欢吃生肉，每天都要吃好多，很是难养。很难养吗？你没养过蛇吧？自然不知道养蛇的艰辛。我那条小黑蛇十分的娇气，它每天都要跟我一起睡，而且我为了怕它冷，还帮它要来一床棉被呢。素素，你可知道蛇不需要睡床，也不需要盖棉被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能是我那条蛇与众不同吧，所以后来它真的变成一条大黑龙了。大概有茅草屋那么大，然后飞走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好了，不与你说那负心蛇了。屋子里应该还有一些果子你可以吃的，我去帮你采一些草药回来。素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你没事吗？我没事，我见你迟迟不归，我就来寻你了。我是迷路了。迷路了？我上次进来这林子，足足走了7、8日才走出去。7、8日？能迷路迷成这样，也算是本事了。我知道你想笑话我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忍着，你笑吧。我对不聪明的人，一向是很宽容的。你本就受了伤，又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怕是没力气再走回去了吧？本来呢，我只想给你采点草药就回去的，结果自己反倒是迷了路。我这种人，看来只适合养养小动物。难怪我那只小黑龙，它走了以后，都没再回来看过我。它应该是很嫌弃我吧？你很想它？或许它是不得不离开的。
龙是上古神族，出现在凡间，大多是为了降妖伏魔。也因为他是神族，并不能长久留在凡间，否则会影响凡人的命数，惹出麻烦。是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我的小黑龙飞走的时候，城中的百姓好像确实说，他降服了赤焰金泥兽。对，金泥兽。你怎么知道？看来咱们今夜怕是要在此处住上一晚了。你弄个火堆，我给你讲讲。好，你等我。你继续说吧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你讲的故事呢，是没有茶楼的人讲的动听，但是至少没有人说过。这赤焰金泥兽在10年前来到了东荒俊极山，便令此山下的中荣国10年大旱，千年焦土，举国子民颠沛流离。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到了第10个年头上，这金泥兽越发猖狂，竟看上了国君的妻，并将她掳回了洞中。然后呢？染指了。哦，你看你这个人，我都还没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就脸红了？那你就继续说吧，把故事说完。然后这金泥兽就被你养的那条小黑龙给降服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那黑龙虽然打败了金泥兽，却也受了点小伤。然后，就遇到了你。